你好，我是找王队报到的，请问王队长在哪儿？等着吧。是。王队，局长电话。局长。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报的是离家出走，但我觉得这件事儿没这么简单。是，我现在是没有证据，这不正查着呢吗？现在没有证据，那不代表我会一直找不着证据。王队，冰的。离我远点儿，没看到大家都躲着我。他们说我这儿不正常，小心传染你。没事儿，从小到大，很多人也这么说我。你叫什么名字？安平。王队，一起失踪案，您为什么一直揪着不放？看到那对兄妹了没有？这是他们第5天来这儿了，一直问我找到他们妈妈没有。那他们爸爸呢？他们爸爸说，他老婆跟别的男人跑了，但我不信。2位小朋友，现在已经这么晚了，你们回去吧。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这边都已经知道了。你有孩子吗？我还没结婚呢。我有个女儿，跟他们一样乖巧。干什么？时间到了吗？
我就是要看看5分钟之内雨水能不能把掩埋的土冲刷掉，人能不能钻出来。你捣什么乱？我害怕你出事儿。走，不用你了。啊，不用你了，走，快走。你过来，给我再演一遍，埋我。简直是胡闹！有你这么办案的吗？你告诉我，出了事谁来负责？师傅，不要再跟着我了，我都被停职了。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你师傅了。师傅，你还年轻，不要像我。去吧，我办公桌上留了样东西，留给你的。这个玻璃罐子，我刚进警队的时候就有了，跟了我很多年。罐子里每一个石子都代表我破掉的一个案子，都是从案发现场捡回来的。原来对那些地方产生记忆点。本想着做一辈子刑警，收集一辈子石子，没想到，留给你吧，看看你小子能耐。别忘了我教你的东西，但也别走我的老路。给我好好干！你们从20年前李淑华失踪案的卷宗开始给我查，找出疑点，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同时对关欣欣和关鸿渐进行监控。啊，对，关欣欣已经失联了。尚杰，你看着办，人都在这儿了，后期的侦查工作由你来把控和负责。那你呢？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是要提审胡四吗？2个问题必须回答我。第一，案件进展到现在关键时期，为什么要提审胡四？第二，为什么要背着我？一，因为胡四跟案子有重要关联。至于第2个问题，你心里应该清楚。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来，箱子里的人是我父亲，也是我师傅。你好像不意外，虽然你随了母姓，但我一早就知道你的身世。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局里的档案你没看过吗？师傅的死是个意外。意外？什么都不说的意外吗？为什么那么含糊呢？你们到底在隐瞒什么？烧鸡好吃吗？月饼盒里的东西你拷贝了一份吧？我知道你在找什么，一直都知道。所以你现在找胡四，到底是为了查案子，还是要掩盖我父亲当年死亡的真相？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但我保证，等这个案子结了，我一定会给你想要的答案。现在我把队伍交给你了，第一次带队，知道要做什么吗？专注放松，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想想你的父亲。现在重要的事情，想要拿下这个案子，你必须相信我，就好像我相信你。你好，这个人见过吗？你见过？没有。有吗？在附近的街道。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么多年了，又想不起来了。这个人在附近见过吗？我没有印象，你见过吗？没有。这个人没见过。您再好好想想。没有，实在不好意思。
方月，方月，你怎么样？我没事，你快去追，去追啊！哎，你没事吧？没事，怎么样啊？怎么样？这怎么了？我和方月在关键堂家发现了一名穿红衣服的女人，有可能是李淑华，她还把方月给打伤了。没事吧？我没事，就是让他给跑了。她这个时间在关敬堂家干什么呀？在做螃蟹啊？我记得关欣欣说过，李淑华每年在他们过生日的时候，都会做他们喜欢吃的蟹肉包。今天就是关鸿渐的生日。王松、方月，你们在附近继续排查。黄伟，跟我去找一趟关鸿渐。好，没事吧？没事。看看，你早就盯上我了吧？知道我一开始是怎么找到你的吗？墓碑。说说当年的事吧。关总，关总，去哪儿了呢？关总明明刚还在这儿呢，怎么突然就不见了？怎么回事？应该是欠电费了，反正现在酒店也没什么人了。没人？那是什么？哎，等等，关鸿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一定会说是廖凤琴干的吧？对，就是廖凤琴。他嫁祸给我的时候早就计划好了。我就是发现那些东西以后特别害怕，我担心你们又在怀疑我、误会我，所以我想赶紧处理掉那些东西。你们不会又在怀疑我吧？我都已经解释过了，我是有不在场证明的。不再有了。这个镜子有点奇怪。这是 LED 屏。之前酒店的前台是不是作证说，案发当晚他看见关鸿渐在对着这个镜子刮胡子？也就是说，刮胡子的人是背对着他的。那他看到的是这个里面的关鸿渐。那天娜娜的确是看到了你在办公室正在对着镜子刮胡子，她没有撒谎，但她只看到了后背和镜中的你，让她以为站在那儿的就是你。关总，您的外卖我给你放这儿了。没想到我小心一藏，还是被你们识破了。没错，都是我们做的。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我和我妈
妈一起做的。事情还要从20年前说起。20年前，华姐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你喜欢她？那时候我还是毛头小伙子，没什么本事。我想靠我自己找华姐，这事儿基本没什么可能。后来我听说有一个警察因为调查华姐的事儿被停职了，我就找到他，想尽一切办法，软磨硬泡的求着他继续调查。你怎么又来了？我鱼都惊了。王队，你想想好，救人救到底。我跟你说过很多遍，我不是警察了，更不是什么王队。你干什么？快起来！你答应我，我就起来。你起来！王队，你看看那是谁？是关景堂？那他真的跟华姐失踪有关？这么说，您一直都还在调查？你信我的话，我可以带着你。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追查我妈的下落，直到有一天，我在古玩市场发现了我妈用过的镯子，我用钱开路，刨根问底，终于在上个月的20号，一个小山村里找到了我妈。她在村子里，20年她一直都在吗？那她作为一个母亲，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回来找过你们呢？她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为什么？那里是人间地狱。这些都是我妈后来跟我说的。从我妈认识我爸那天开始，就注定了这辈子的悲惨命运。我爸以前在我姥爷的厂子里打工，靠自己努力当上了技术员。他不甘心在车间当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可能觉得在车间永无出头之日吧。他知道我妈是厂长女儿后，就动上了心思开始追求我妈。没多久，他就当上了厂长的上门女婿。又过了几年，他当上了车间主任。我妈接连生下我和欣欣，然后辞掉了工作，在家专心带孩子。那栋老房子就是我姥爷当年让给我爸妈的。后来我姥姥姥爷相继离世，他顺利接下了厂子，当上了老总，就开始越来越嫌弃我妈了。虽然在外人眼里，他还是会营造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可是他一回到家，面对我妈的时候，一言不合就动手打我妈，还有我。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也许是长期的心理压抑造成了变态扭曲，让他把家人当成了负面情绪的宣泄工具。更过分的是，我爸开始变本加厉的在外面勾三搭四的，甚至都把人带回到家里来了。你们录音里的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爸借口带我俩出去旅游，给张丽梅放了假。我爸以为家里没人，就把董小慧带到了家里。其实那天我妈只是把我俩带到亲戚家，就回去了。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张丽梅，是一个小保姆。我这次准备的歌曲是《甜蜜蜜》，希望各位评委老师喜欢。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放心吧，我家没人，保姆都不在家。今天是你跟我来。哎呀！哎，快！哎呀，你好坏呀！都说了没人嘛啊！哎，你不要这样！好你个关敬堂！哎，淑华，你竟然把人给我带家里来了！不，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呀？啊！你下去给我爸妈解释！淑华，你冷静，冷静，千万要冷静！姐，淑华，闭嘴！淑华，妹，婊子，我爸你淑华，妹，别冷静，你听我解释，要脸！怎么回事？放开我！我杀了你！哎呀，你听我说，淑华。我杀人了！花姐，我杀人了！花姐，回去，把行李箱拿来。快去拿行李箱！快呀！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后来他们把我妈拉到荒山野外埋尸。等一下。你来，快点，快！美女，还等什么？快点儿！快呀！快呀！
王队，快上车！这什么情况啊？你说这大半夜的还下着雨，他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这儿？案发第2天，这条路段上有个小卖部，老板说有个开面包车的人，他隐约看到车上有个女人，是花姐，她一定是自己从箱子里挣脱出来，捡回了一条命，然后在这附近上了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不久回家了。那个人没打算救他。难道是贩子吗？我妈搭上了一辆汽车，司机看起来像是个好心人，给她简单包扎了伤口，止住了血。她还以为自己得救了，就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周围越来越偏僻，司机把车开上了条土路，说是抄近道。他开始觉得不对劲。今天就到这儿吧。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意识到有问题了。他一定很想下车，但对方肯定不会让他下车。他越想越急，越想越怕，所以……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他就知道千万不能被后面的坏人抓到。别走！去哪里？这里。这里，自己滑倒了，让我们把人追上。可惜他力气不够大，他一定喊过救命！救命啊！但是没有用的，别动！没有人能够回他，他继续挣扎。坏人千奇百怪，一下就把他给打晕了。接下来会去哪儿呢？我妈就在这样昏迷的状态下被那个人拉到了偏远山区。醒来的时候，发现在一个破山洞里。
应该是这里了。你走吧。哎，你自己在这儿？这里是人贩子的中转站。没事，我留下来陪你。你留下来只会影响我思考。快走。行。几天后，人贩子出现，把我妈从山洞里带走，卖到了附近山村一个老光棍家里。他尝试过好几次逃跑，可每次都会被抓回来，然后被暴打一顿。老光棍为了防止我妈逃跑，就用铁链子拴住我妈，把她囚禁起来。王队长，我给你买了点早餐，怎么样？有线索了吗？王队长，王队，王队，王队长，你别吓我。那2个字，山洞的地上确实写着“萧家”2个字。我后来查了查地图，在那个山的东面啊，确实有一个村儿叫萧家村。虽然我不知道王队长是怎么死的，但是一定是在死之前找到了线索。我离开之后，我就引了个放羊的上山，他报的警。你去了萧家村？对，我去打听了一下。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村里有一个人叫萧三儿，半年前不知道他从哪儿弄回来的媳妇儿，而且村民口中那个女人的形象、身材、样貌都跟华姐很相似。当天晚上我就找到了萧三儿，打了他一顿。后来他告诉我，那个女的已经死了，被他埋在他们家的牛棚里。我就去牛棚把这女尸挖出来，已经面目全非了，根本看不清脸。但是我能从衣服和身形上判断，那肯定是华姐。我当时没控制住情绪，就用柴刀把萧三儿砍死了。杀人之后，我很害怕。我当时想带着华姐的尸体一起走，但是那天晚上动静太大了，有邻居报了警，而且还下着很大的雨，所以我就自己跑了。接着说。接着我就跑路了，东躲西藏的躲了几年。后来我觉得这风声应该过去了，就偷偷回来了，还给华姐立了个衣冠冢，每年都会去看看。这些 DV 带你为什么不销毁？这些也都是王队长的心血啊，虽然晚了一步，但是也确实帮我报了仇啊。我胡四儿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我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王队长留下的东西，我也不能丢啊。你不相信我？我相信。当年这起案件我有参与，当时一场大雨，萧三命案现场所有的有用的线索都被雨水冲刷干净，后来成为一桩悬案，没想到是你做的。你是怎么怀疑到我头上的？王冕是我的师傅，
在他的笔记上零散记录着一些当年调查这个案子的线索，其中提到有个人 H， 一直跟着他一起调查李淑华的下落，并且随行拿着 DV 记录。萧三命案现场和我师父去世的那个山洞隔着不远，我赶过去，看到被你挖出的尸体以及萧三的死状，我就推测出一定是跟着我师父的那个人干的。后来我根据李淑华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却始终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人。直到有一天，我到我师父的墓地祭拜他，看见后面有个墓碑，上面只写着“李淑华之墓”这5个字，于是我就产生了好奇。是啊，在你们警方看来，华姐一直都是失踪的状态，谁能那么肯定她就死了呢？除非杀了萧三，为李淑华报仇的人，也就是你。华姐对我有恩，救命之恩。我15岁来到这个城市，我是流浪过来的。有一天，我在路边哮喘病发了，没有人管我，只有华姐管我。后来她还接济过很多次，甚至还出钱资助我去读书。就是我那个时候不太争气，没什么脸见她，所以你们不可能查到我。时隔这么多年，你为什么突然翻出这些 DV 带？关敬堂死了，他的那个秘书董小慧也死了。他们俩的关系我是知道一些的，当年就有传闻说是他们2人合谋害了华姐。华姐的女儿欣欣，她也这么说。所以你怀疑是关欣欣为了报仇杀了他们？欣欣啊，她一直认为华姐是失踪了嘛，所以自己也在不停地找，还带着她哥哥关鸿渐来到警局里哭诉。当时也找过我，我是想让她好好的生活，所以极力的阻止她去寻找华姐。她当时应该是很记恨我，我是害怕她杀人杀红了眼，连我也不放过。你知道，这一个人要是失去理智了，还是挺可怕的。所以我就想翻出这些 DV 来让他看看。我当年为华姐的事儿努力过，而且我确实已经为华姐报过仇了。当年这件事瞒了这么久，为什么现在愿意全招了？这些 DV 带你们已经找到了，早晚会查到我的头上。我这个人又禁不住审，还不如主动交代，争取个宽大处理呗。最后2个问题，你撒谎。董小慧的死你是怎么知道的？新闻？不，是一份打印的网络新闻上面。网络新闻是我打印的，只不过我把它打印成报纸的样子，我放到你的桌上。你通过我给的网络新闻得知了董小慧的死，后来你还跑到案发现场去查看，甚至花高价拷贝走了所有的监控视频。我的人一直在跟着你。你一定是看到视频里的红衣女子，突然意识到会不会李淑华没有死。你从牛棚里挖出来的那具女尸，会不会不是她？你是为了求证才翻出这些 DV 带，你想寻找新的线索。至于你现在为什么把当年的事情全部交代，你是想混淆视听，想让我们认为李淑华真的死了，你想保护她。你想多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不太确定的事情。当年你从萧三家挖出来的那具女尸，的确不是李淑华。虽然从年龄、体型、发型甚至衣服都很像，并且时间点也对得上，我们通过 DNA 的比对，是另外一个人。
绝对不可能。你当时没有察觉到很正常，因为你太在意李淑华了。那华姐现在真的还活着？这个结果对于你来说是惊还是喜？可是当时王队长留下的线索上明确的写着萧家村，难道王队长判断错了？就这样，我妈被囚禁了20年，直到我找过去。你能想象吗？她一个从小养尊处优的富家大小姐是怎么样在那样一个猪窝都不如的地方活下去的吗？她受的苦，我想都不敢想。那关欣欣知道这些吗？我原来想告诉她的，但我妈不让说，她放不下被我爸他们活埋的事情，一心想要报仇。我当然要帮她，所以我更不能让欣欣知道了。萧家岭，萧家岭村。伤害过我妈的人都得死，而且必须死在我和我妈的手里才解恨。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董小慧是第一个，她单身独居，最容易下手。我跟踪了她很久，摸清了她的习惯，然后就和我妈合力用剪刀把她杀死了。
关敬堂是第2个，我们选定了一个特别合适的日子。这一天晚上，张丽梅和杨明都会来，廖凤琴正好也不在。杨明那小子竟然把关敬堂给打晕了，倒是给我们省了不少的事。淑华，我和我妈合力把关敬堂掐死，把他的尸体放在我自制的升降架上。升到最高处时，倾斜架子，尸体自然会滑落，砸到茶几上。然后，趁着有人路过的时候，启动早就准备好的悬浮装置，制造诡异的现场。让人以为关敬堂是死于灵异事件，转移公众视线。张丽梅在我家做保姆的时候，我妈待她如同姐妹。可她怎么回报我妈的？她对我和欣欣越好，越说明她心里有鬼。她烧香拜佛，就是为了掩饰她背叛我妈之后的愧疚。每逢初一、15，都会给我妈烧纸送钱，家里囤积了大量的冥币，人也越来越迷信。但这改变不了她参与杀害我妈的事实。我要让她一辈子都活在惊恐和愧疚之中，生不如死。我们知道张丽梅有心脏病，所以一开始就画了那个图案。那是他们3个人合伙害我妈那天，我妈身穿红色裙子上的彼岸花图案。我故意找吕兰英要钱，是为了让你们知道钱在张丽梅那里。谁知道张丽梅为了引人耳目，把钱藏了起来，换成了冥币。杨明性格张扬，容易冲动，于是做局让杨明打伤着，顺利的让他住进我事先准备好的病房。因为我早就以廖凤琴的名义收买了他们那里的护士长。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虽然看不到，但我完全能想象出来，张丽梅死之前是什么样的惨状。如果按照你的计划，一切到这里都已经结束了，那廖凤琴去嫁祸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所谓百密一疏，我在销毁一些作案工具的时候，发现我的车钥匙掉了。回想起来，应该是那晚掉的，估计是被我爸看到了。这对我和我妈来说是一颗定时炸弹，怀疑到我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利用剩下的部分罪证，嫁祸给廖凤琴，做成她嫁祸于我的样子。这样就摆脱了那把车钥匙的危机。他为什么会配合你？廖凤琴买了一份保险，她被查出癌症晚期。我在有了计划之后，我要详细了解计划中的每一个人。我跟踪过廖凤琴，发现她也不要跳河自杀的想法，但最终都没有下定决心。我找到她，跟她说做笔交易，
把他的死做成意外，这样就能给杨明留下一笔保险金了。对，但是以警察的办案手段，他的死肯定会被识破。我跟他说，我会给杨明一大笔钱，作为杨明和他老婆孩子的后续生活保障，但是要按照我说的做，去我家把那些证物藏在那里，并且制造出监控拍到了假象。在他准备自杀的那一晚，我去他住的地方，我故意选了一条有人直播的路，给那个人无意间拍到我的行踪。我知道你们肯定会查到的，这样我就有了要杀廖凤琴的假象，最后让他自己烧炭，留下自杀的证据。等你们查明了真相，我就摆脱了罪名，也就摆脱了那把车钥匙的危机。你的酒店都快倒闭了，哪里来的钱买通廖凤琴？我的酒店经营非常好，我只是假装资金断裂，帮我把钱秘密给转出来，让我妈没有痕迹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没想到你们不仅发现了我，还发现了我妈活着。怎么了？他回的滴水不漏，好像没什么问题啊。这可能就是问题。如果事情真是按照他说的那样，为什么几个案发现场目击者看到的只有红衣女人，而没有他的存在？也许是巧合呢。我说别猜了，直接把李淑华抓回来，一审就知道了。李淑华现在在哪儿？我不告诉你，你这样态度会吓着他的。我妈已经受了20年的苦，我不能再让她担惊受怕了。除非让我带你们去。欢迎欢迎啊！哎，啊，你好，请。王爷，哎，啊，谢谢。2瓶水多少钱？警察同志，这个就是老张头的家。大概是20年前，老张头不知道从哪儿领了个女人回来，还说人家有精神问题，整天都关在屋子里面，不让人出来。对，就是他。家里没人，3个月前都死了。谁死了？老两口子都死了，都说是老张头的媳妇跑了，老张头去追到村东头老虎牙的时候，2个人一块摔了下去，还是老张头的一个远房侄子来收的尸。原来是这样，一套房子打掩护，一套房子藏人。我能不能求你们一件事儿？让我先进去跟我妈聊一聊，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不可能。去吧，给你3分钟。上姐，这不符合规定。没事，有事我担着。就3分钟。谢谢。两边都说好。
喂，我找到李淑华的下落了。不过，他已经死了。什么？死了？谁要抓我儿子，我跟你们拼了！姐。